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同在。今天呢，我們來分享撒母耳記上第17章的最後一段。那麼我們用幾期的節目完整的分享了撒母耳記上的第17章，那麼也就是著名的大衛擊殺歌利亞的故事。那麼通過這幾期的分享，大家是否對撒母耳記上17章有了一種新的理解呢？所以呢，今天我們用的一個題目就是這段聖經和你想的不一樣。那麼今天呢，我們還是把最後這一節把它分享完。如果沒有看到前面內容分享的朋友们，可以翻看前面的幾期節目，因為最近的這段時間我們一直都是按照進度從17章的第1節一直分享到這裡的。今天呢，我們來看最後一段，也就是第50節到54節。撒母耳記上17章50到54節。這樣，大衛用機弦甩石勝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衛手中卻沒有刀，大衛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將他的刀從鞘中拔出來，殺死他，割了他的頭。非利士眾人看見他們討戰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猶大人便起身吶喊，追趕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革倫的城門。被殺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革倫。以色列人追趕非利士人回來，奪了他們的營盤。大衛將那非利士人的頭拿到耶路撒冷，卻將他軍裝放在自己的帳篷裡。其實17章呢還有55到58節，但是55到58節就是好像跟這段戰事沒有太大的關係了，屬於是這場仗打完了以後，那麼掃羅和他手下的大將亞尼爾的一個對話，那麼並不是這段分享的重點。我們今天呢要來和大家回顧一下整段故事。因為回顧整段故事之後，我們就發現其實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這段聖經和真實中聖經的這段故事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偏差。雖然大衛擊殺歌利亞的這個故事對於基督徒來說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但是如果對這個故事仔細的去推敲的話，提出幾個問題，估計很多人都答不出來。打個比方說，這場戰爭到底是發生在掃羅執政的早期、中期還是晚期？大衛擊敗歌利亞的時候，到底他多大年紀？大衛面對歌利亞的時候，到底是一種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這種無知者無畏，還是說他是信心十足有把握的？也就是說呢，大衛到底是衝動，那種少年人的一時衝動做出了這個決定，還是說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他明白自己有幾斤幾兩？他是否明白挑戰歌利亞到底意味着什麼？然後就是這個歌利亞，聖經上講這個是身經百戰的勇士，怎麼就被一顆石頭打倒了呢？他為什麼就躲不開那顆石頭呢？所以如果仔細想一想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其實很多的問題我們都不是很確定。但是回過頭來，我們還要問的就是這些問題到底重不重要？我們讀聖經是不是一定要搞清楚這幾個問題？如果不搞清楚這幾個問題，對我們理解這段聖經到底有怎樣的影響？一般來說，在今天的教會界，我們在解讀這段聖經的時候，都是在講神與大衛同在。大衛面對歌利亞的時候，很明顯歌利亞是強勢的，大衛是弱勢的，也就是歌利亞強大，大衛是弱小的。但是弱小的大衛竟然可以打敗強大的歌利亞，靠的是什麼呢？那就是神與他同在。所以解讀這段聖經的時候，通常我們的角度都是神與大衛同在。按理說呢，這樣解讀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我們仔細的想一想，如果是這段聖經只是把它解讀成神與大衛同在的話，那麼聖經中這樣的段落太多了。我們讀摩西的時候，是不是神與摩西同在呢？我們讀約瑟的時候，是不是神與約瑟同在呢？我們讀保羅的時候，是不是神與保羅同在呢？也就是說，我們在讀聖經任何一個人物的時候，只要這個人物是正面的，我們所解读出来的東西就是神與他同在。那如果是這樣的話，聖經為什麼要寫這麼多人物呢？如果每個人物最後解讀出來的東西都是一樣的，那聖經何必啰里啰嗦的寫這麼長呢？所以在這樣的時候，你是否想過這一段聖經是否有一些獨特的信息？這是神要告訴我們的。如果我們在神與大衛同在之外，還能領受一些其他的，是否对於我們讀這段聖經有着更深的意義呢？其實我覺得這段聖經我們最要搞清楚的就是大衛在击殺歌利亞的時候到底是多大年紀。主流的教會界把大衛的年紀範圍從12歲一直延伸到20歲，或者13岁到20岁。也就是說呢，把大衛的年紀橫跨的範圍非常大。但是如果一个12、13岁、13、14岁的孩子去擊敗了歌利亞，和一個19、20歲的成年人擊敗歌利亞，這意義是不是不一樣？到今天為止，很多人都支持大衛的年紀是不超過15歲的。他們覺得14、15歲的一個孩子擊敗一個2米多高的巨人，這才能彰顯神與他同在。這樣的這種視覺的對比才夠強烈。而這種結果就是讓我們會以為只要神與人同在，不管多大年紀，都能做他沒有辦法完成的事情。當然了，理論上這個觀點是對的，但是今天大衛所面對的是一個身經百戰的巨人戰士。我們知道軍人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職業，軍人在戰場所面對的要麼就是你死，要麼就是我亡。所以軍人是需要有一定專業技能的。如果你沒有相關的專業技能，你是不可以參軍的。但是呢，有人說大衛在這個時候，他的3個哥哥在掃羅的軍隊裡，那麼大衛家8個孩子，也就是大衛家8個兒子，那麼他與3哥之間還有4個哥哥。而為什麼大衛只有3個哥哥在軍隊裡呢？他們覺得那就是他的3哥剛滿20歲，也就是說他的4哥年紀不到20歲，所以不能夠參軍。那麼按照大衛和3哥之間還有4個哥哥來計算的話，按照1年生1個，那麼大衛的年紀最多就是15歲，不能再多了。但是聖經上好像沒有說過大衛的父親耶西只有1個妻子，也沒有講過他的哥哥們中間有沒有雙胞胎、三胞胎之類的。所以大衛年紀最多15歲這個論點是不能夠站立的。也就是說，我們解讀聖經，你要拿出充足的理由，你有一個論點就要拿出充足的論據展現給大家，要說服大家。其實掃羅這個時候的軍隊和以往的以色列人的軍隊是不一樣的。以前的情況是，平時大家都是農民，需要打仗的時候臨時應召入伍參軍，打完仗之後回家繼續種田。也就是說，之前的以色列人是沒有常備軍的，也就是說以色列人原來屬於是全民皆兵。但是以色列人希望有一個王啊，他們不希望神，不希望耶和華做他們的王，他們要一個看得見的王，
而不要看不見的王。所以神也允許他們有一個看得見的王，那麼掃羅就出現了。掃羅做王以後，他做了一件什麼事情呢？既然做王了，就要有政府嘛，就要有軍隊嘛。所以掃羅做王之後，他就召集了一支3000人的常備軍，也就是這些人屬於是職業軍人了。如果是普通戰士的話，那麼就拿自己的這支常備軍去打。如果是人數不夠的話，他在這個基礎上再繼續擴招。而這個時候掃羅一般情況下打的都是局部戰爭，所以呢，不需要以色列人全民皆兵，一部分人參軍就可以了。所以大衛的哥哥會不會是掃羅常備軍中的那3000人之一呢？因為撒母耳曾經去大衛家的時候，就發现他的这些哥哥們每個都是高大勇猛的，身材很好。如果大衛的3個哥哥都屬於掃羅的常備軍中，也就是他的御林軍中，作為職業軍人，他們很可能年紀是超過20歲的。所以說大衛的3個哥哥在軍中參軍，他的3哥剛滿20歲，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另外一個方面，我們可以發現大衛要出場去激戰歌利亞的時候，掃羅跟他說，你把我的衣服穿上，對吧？掃羅把他自己的戰袍、銅盔、鎧甲都給大衛穿上。掃羅是一個身高很高的人，按照當時來說，掃羅的身高至少有1.85米。而大衛穿上掃羅的衣服，他沒說這個衣服太大了，太長了，穿不了。他說的是我平時沒有穿慣這些東西，所以呢，我穿不慣。所以大衛是用這種理由呢，他沒有穿。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場大戰結束之後，也就是撒母耳記上的第18章的開始，掃羅的兒子約拿單非常喜歡大衛，就把自己的戰衣、刀、弓箭、腰帶全部都給了大衛，還有自己身上的外袍。我們知道當時的約拿單已經是掃羅軍隊下邊的一個大將了，那麼約拿單當時肯定也是20多歲了，成年人的身高。那麼他把自己的這些隨身的這些個東西、裝備、衣服全部給了大衛，大衛也沒說這衣服大，我不能穿，穿不了。我們知道一個20多歲的人和一個10幾歲的人，身高身形還是相差非常大的，特別是作為軍人來講，如果這個衣服不合身，這個是要命的。所以呢，我們從這一點來看，起碼大衛和約拿單的身材應該是差不多的，比掃羅矮，但是呢，掃羅的衣服也能夠勉強的穿。同時我們看撒母耳記上的時候，我們就发现大衛和約拿單那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就像親兄弟一樣。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了，撒母耳記上13章第1節中記載，掃羅登基的時候年40歲，做王第2年的時候，約拿單做了軍隊的將軍。使徒行傳第13章21節中記載，掃羅做王40年。那也就是說，掃羅死的時候80歲，約拿單這個時候差不多60歲了。而這一年大衛只有30歲，因為大衛30歲做王嘛。那麼如果按照這種計算來講的話，那麼約拿單就比大衛要大30歲。假設當時如果是大衛擊殺歌利亞的時候是15歲，那麼這一年約拿單就已經45歲了。那麼這麼看的話，約拿單跟大衛那就不是親兄弟了，倒更像是忘年交。所以聖經的這一段記載是有一點問題的。其實聖經新譯本中已經把掃羅登基的年紀改成了30歲。那麼這裡邊也有問題了，30歲的掃羅不可能有一個20多歲的兒子約拿單呢。所以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聖經是古代的手抄本，經過幾千年，最後留下來，又被编譯成冊，我們看到今天的版本。但是呢，原來古本中，也就是手抄本，有很多的记載是缺失了，看不清了。所以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聖經，有些層面上是有一定的問題的。所以说，对我們理解聖經呢，就造成了一定的障礙。但是并不是說聖經中有一定的缺失，我們就這件事情就搞不清楚了。其實呢，通過很多的線索和一些符合邏輯的推斷，我們大致可以還原這場戰爭的真實情況。因為在撒母耳記上第16章中，掃羅被魔鬼攻擊的時候，他的臣僕就向掃羅推薦大衛，說我幫你找一個會彈琴的人，你身體不舒服的時候，被魔鬼攻擊的時候，旁邊有人彈琴，你就會舒服很多。那他是怎麼推薦大衛的呢？他說大衛是一個大能的勇士，又是一個戰士。大能的勇士和戰士，很顯然這並不是一個對小孩子的稱呼，而更像是在說一個成年人。如果大衛當時真的是一個小孩子的話，那他應該說有一個非常機靈、非常聰明、善於彈琴的小孩子。但是他沒有這樣講，他說那是一個大能的勇士，又是一個戰士。很顯然，這些臣僕對於大衛是有所了解的。我們在前面的節目中也提到過，大衛來到軍中見到他的幾個哥哥的時候，他的哥哥對他就非常的不友善。他哥哥說，我知道你就是來看打仗的，而且呢，你這個人驕傲，心中呢還有惡意。也就是說，大衛的哥哥看到大衛的時候，看到他似乎不像是一個弟弟，更像是一個很快會超越自己的這麼一個競爭對手一樣。後面的故事發展我們就知道了，大衛在放羊的時候，他能夠打敗熊，能夠打敗獅子，說明什麼？說明大衛很能打。當然了，我們在這裡說大衛能夠打敗獅子，打敗熊，這是神與大衛同在。但是大衛如果是一個瘦小枯乾的小孩子，神為什麼不直接殺死獅子跟熊呢？神為什麼用他去殺死獅子跟熊呢？我們看到聖經中很多的故事是神是在用人做事，並不是神直接出手。神直接出手的情況有，但是更多的时候神是通過人來做事的。那麼大衛一定是很健壯的一個人，用今天的話來講，大衛差不多是一個肌肉男的一個形象，這樣的人才能被神所使用。如果一個瘦小枯乾的人來講，那乾脆神自己出手好了，因為用你也做不了什麼。我們最後看到大衛用甩石的机弦直接甩出去的這顆石子是能夠擊碎人的头骨，直接把歌利亞的头骨，也就是他的前額骨打穿了。聖經說石子進入額內，也就是呢，石子打到了歌利亞的头骨裡。看到這裡，我能夠想象的就是其實大衛在曠野放羊的时候，是不是他每天都在練習甩石的機弦？他用機弦甩石的技術已經是爐火純青了，不僅是百發百中，而且是力道十足。所以當獅子跟熊來襲擊羊群的时候，他的甩石是可以对獅子跟熊造成一定的傷害的。大衛能用石子把巨人歌利亞的頭骨打碎，是否在曠野中也曾經把獅子跟熊的手腳打斷？如果是那樣的話，獅子跟熊的戰鬥力就已經是大打折扣了。所以大衛才能夠追上獅子跟熊啊。
而且呢，當一隻熊和獅子受傷的時候，或受了重傷的時候，他才能夠通過肉搏的形式打敗獅子和熊。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糾結這件事情？也就是說，這段聖經所告訴我們的，雖然是神與大衛同在，但是大衛在當時也是一個非常有本事的人。我們上一期節目分享過，大衛和歌利亞對戰的時候，並不是大衛站着不動，然後用一種直升機式的甩石的方式甩出一顆石子，歌利亞就像一根木頭一樣站在那兒傻傻的不動，然後被石子打敗。不是這樣，聖經上写得很清楚，大衛是跑向歌利亞的，大衛是在跑動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形式甩出一顆石子，所以歌利亞才沒有防備。你可以說是偷袭，也可以說是出奇制勝，因為两個人对決就是這樣，哪怕是大戰300個回合，如果其中一方使出了对方想不到的一個招式，那麼這一招就是毙命的招式。所以我們讀聖經一定要在一些個前提下，經過一定的符合邏輯的推斷，才能夠還原當時戰場的真實情況。那麼大衛殺死歌利亞之後，在掃羅的軍中表現是異常的出色，以至於呢，最後掃羅嫉妒他，後來還要殺大衛。緊接着大衛呢，就差不多經過了10年的逃亡的生涯。大衛30歲的時候，掃羅死了。而大衛擊殺歌利亞這件事情，應該是發生在掃羅作王的早期。所以說，掃羅作王的時間沒有40年那麼長，有人說是20年，甚至有人說呢，只有10幾年。我覺得掃羅作王20年的時間還是有的。而約拿單最多比大衛也就是大10歲，所以在大衛擊殺歌利亞的時候，大衛應該是一個18到20歲左右的青年人。約拿單20多歲，掃羅40多歲，那麼掃羅死的時候呢，也就是60歲左右。所以呢，從我的角度來說，大衛當時的年紀很可能已經接近20歲了。正是由于他在各個方面經過了歷練，我們看到大衛對戰歌利亞的時候，大衛說的那些話，說的是鏗鏘有力，振振有詞，根本不是一個小孩子能夠講出來的話。所以今天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依然覺得大衛去殺歌利亞的時候會是一個10幾歲的孩子。兩軍對戰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掃羅這一方的軍隊就算是再沒有人才，怎麼會派出一個13、14歲、14、15歲的孩子去應戰呢？這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大衛當時不到20歲，起碼大衛的身材，他的身形健壯，已經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成年人，看上去很能打的那個樣子了。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很多的聖经畫或者是一些影視作品，如果是他把大衛的形象都給包裝成一個瘦小枯乾、骨瘦如柴，那種好像是一個放羊牧童的形象，我覺得這就是大大的錯誤。大衛一定是一個身高不算低，而且呢滿身肌肉的一個很結實、很健壯的一個形象。所以這段聖經告訴我們的不僅僅是神與大衛同在這麼簡單。我們看到神使用人的時候，經常是使用人最擅長的方式。我們讀士師記的時候，我們就提到過，士師記的時候，神使用雅億定死西西拉。雅億是一個家庭婦女，是一個游牧民族最普通的家庭婦女，她怎麼能夠殺死西西拉呢？西西拉是一個將軍，是一個驍勇善戰的将軍，一個普通的婦女怎麼能夠殺死一個將軍呢？那麼神是怎麼使用她的？雖然西西拉睡着了，
那麼神也沒有讓亞裔拿一把刀或者拿一个錘子直接去砸希西拉的头。亞裔用了一个非常特別的方式，就是用釘帳篷的橛子。我們知道游牧民族每年呢要遷移帳篷幾次，大一點的帳篷都是幾十個橛子，不是今天大家露營的那種帳篷，一個小帳篷只有4根橛子，不是那種帳篷。當時以色列人那種帳篷是很大的，所以這些個基礎工作在當時都是婦女來完成的。所以亞裔這個人每年至少要釘上百個橛子，因為當時的以色列游牧民族一家可能有好幾個帳篷，所以釘帳篷的橛子，這是亞裔最熟悉的事情。所以說神就是用人最熟悉的那個技能。我們今天普通人釘橛子一定是不熟練的，如果神讓我們去釘橛子，可能一錘子下去打到的是手，而不是那個橛子。但是亞裔不一樣，亞裔釘橛子這件事情就非常的熟練，所以神就是用他最熟的那個本領去做他要他做的事情。那麼對於大衛來講，什麼事情最熟悉呢？放羊的時候經常有野獸來襲擊，作為一種精確殺傷力大而且彈藥充足的武器，機弦，這是大衛非常善於使用的武器。這一點大家認同嗎？正是由於大衛在放羊的時候無數次的千錘百煉的去練習甩石的技能，以至於大衛不僅是百發百中，而且呢，大衛還練就了一身可以在奔跑之中甩石的本領。那麼正是他擁有這樣的一個本領，才會為神所使用。那麼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要分享給大家的重點，也就是神要用人的時候，你也要有相應的技能。也許你覺得這個技能不重要，亞裔釘橛子很重要嗎？這個是個很特殊的本領嗎？不是。大衛甩石對於他來講，這是一個非常了不得的本領嗎？也不是。但是在神眼中，你的本領就是可以為他所用，因為我們的神是很有想象力的。所以今天我們作為基督徒怎麼去服侍神？你就是用你最擅長的方式你去服侍神。你會使用樂器，那麼你就用你的樂器去服侍神。在教會禮拜的時候，你去音樂班服侍。你會唱歌，那麼你就去領詩，你就去駐唱。你說你什麼都不會，你就是比較熱心，比較好客，那你就去做接待。你說你在家裡邊特別喜歡打掃衛生，那你就在教會裡邊更多的去擺擺桌子，擺擺椅子，去打掃衛生。反正每一個人都有他不同的特點，都有他不同的性格，也有他與眾不同的技能。在很多的教會裡邊，比如說燈壞了，空調壞了，其實教會裡邊都有一定的專業技能的人士，他可以免費的來幫助教會來維修各種各樣的東西。有耐心的，脾氣好的，能夠照顧孩子的，那麼就在主日學照顧這些孩子。關鍵是你要不要神用你？你是不是渴望着神你來用我吧？在神眼裡邊，每個人都是寶貴的，每個人都是與眾不同的。雖然在人的眼中，我們都是上帝的器皿，既然是器皿呢，就有漂亮的，有不漂亮的。漂亮的器皿可能去裝葡萄酒，那麼不漂亮的器皿呢，可能就去裝水。但是裝水和裝酒在人眼中它是不一樣的，在神的眼中其實是一樣的。所以我們要認真的看清自己，我們自己身上有什麼。那麼我們如果是發現自己有哪一部分比較擅長的，
或者是說呢，我們在哪一部分還可以，還不錯，那我們呢就繼續的把我們熟悉的事情做好，兢兢業業的面對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而且自己特別擅長的事情一定要特別的把它去做好，這樣神才有机會用你。當神的机会临到你的時候，你要通過你所擅長的把这个机会抓住。因为在世俗的世界，大家都在说机会是留给有準備的人，但是呢，我們按照聖經的真理，我們應該說的是，機會只有準備好的人你才能去抓住。神不是不給我們機會，每個人都有很多的機會，但是你怎樣的去抓住它？今天呢，這就是對大家一個很好的思考。正是由於大衛在曠野中無數次的訓練，才有在戰場上他能夠一擊斃命，打敗歌利亞。所以神用你，你也要有那個本領。也許這個本領你自己不覺得是什麼，自己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在神眼中看為寶貴。今天呢，我們就先分享這麼多，同在，我們下期見。